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学情态动词时，你是不是总记得 müssen 就是必须，而 können 则是能够？可是当 Peter 不在办公室时，我们会说 Er muss zu Hause sein 或者 Er kann zu Hause sein。难道他被规定一定要在家，还是说他有能力在家？当然不是，这里用到的是情态动词的一个主观用法，也就是 Vermutung 推测。情态动词的主观用法有两种 ，Vermutung 推测和 Wiedergabe einer fremden Aussage 转述。关于转述，我之前已经出过一期视频，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链接回顾。今天我就用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场景，一次带你搞懂4个常见情态动词 müssen, können, dürfen, mögen 的推测用法。让我们开始吧。一提到 müssen， 大多数人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没错，这是 müssen 的客观用法。比如 Ich muss heute noch arbeiten。我今天必须工作，意思是说，工作是我的职责、安排或者义务。但如果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场景，我们看到 Peter 不在办公室，我们也会说 Peter ist nicht im Büro. Er muss zu Hause sein. 这时 muss 就不是被规定必须在家的意思，而是表达了一种非常有把握的主观推测。说话人根据 Peter 没来办公室这个事实，结合他的观察或者逻辑推理，得出一个结论，他很可能在家。所以呢 müssen 加上动词不定式，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可以表示一种非常肯定的推测。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们只是想说也许吧，可能吧，那就要轮到下一个情态动词登场了，这就是 können。 我们知道 können 的意思是能够，比如 Ich kann gut schwimmen， 我很会游泳，表示我有游泳的能力。但如果我们说 Peter ist nicht im Büro, er kann zu Hause sein， 这时的 kann 并不是他有能力在家，而是表示一种有这种可能性的推测。中文可以翻译成他可能在家。这种用法中的 können 表达的是一种开放性的推测，说话人觉得这件事有可能是对的，但他也不太确定。和 müssen 的几乎确定相比， können 意思是有可能，也许。再来看2个例子。Sie kann unterwegs sein， 她可能在路上吧。Er kann sein Handy vergessen haben， 他可能忘带手机了。当我们想降低语气，表达更不确定的时候，还可以用 können 的第二虚拟式。Er könnte sein Handy vergessen haben， 他或许是忘带手机了吧。总的来说 können 或者是 könnte 加上动词不定式，表示有可能，也许的主观推测。通常我们学到的 dürfen 是被允许，比如 Du darfst heute früher nach Hause gehen， 你今天可以早点回家。但有时候 dürfen 也能表示推测，这时候我们通常会用它的第二虚拟式形式 dürften。 比如 Peter ist nicht im Büro, er dürfte schon zu Hause sein。 dürfen 不像 müssen 那么肯定，但是呢又比 könnte 或者是 kann 更有把握，就好像是在说 Peter 不在办公室，我推测他已经在家里了，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可能如此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3种主观推测用法。用语气强弱来总结一下。Müssen 几乎确认，是语气最强的一种。Dürfen 很有可能，语气的强度仅次于 müssen。Können 和 könnte 则表示可能、也许吧，是语气最弱的一种。mögen 的客观用法是喜欢，比如 Ich mag Schokolade， 我喜欢巧克力。但如果我们把 mögen 用到下面这个场景，它的意思就不是喜欢了。Peter ist nicht im Büro, er mag krank sein。这时 mag 表达的是一种带有保留的猜测，类似中文的也许吧，我不敢确定。Peter 不在办公室，他也许生病了。这种语气非常保守，也十分含蓄，所以呢，常用于书面语和新闻报道中。比如 Der Täter mag gegen Mitternacht ins Haus eingedrungen sein。嫌疑人可能是在午夜闯入屋内的。Es mögen etwa 100 Menschen anwesend gewesen sein。大约有100人在场。记者本人并没有到现场，因此用 mögen 来表达一种有根据但保留的推测判断，可以避免语言过于武断。相比 müssen、können、dürfen 等情态动词， mögen 的主观推测语气给人的印象是更含蓄，不轻易下结论，留有余地，避免显得太武断。我觉得在网络发言时，使用 mögen 这种表达方式也很加分，既传达了观点，又不显得过于强硬。回到我们的主题，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4个情态动词的主观推测用法。最后，我用一个例句来带大家快速的复习一下它们的语气强度和常见的形式。Müssen 表达几乎确定，一般用直陈式。Er muss zu Hause sein。 Dürfen 很有可能，常见的形式是第二虚拟式。Er dürfte zu Hause sein。 Können 则表达有可能，把握程度不如 müssen 和 dürfen。 可以有2种形式，直陈式或者是第二虚拟式。Er kann zu Hause sein， 或者 Er könnte zu Hause sein。 当我们用虚拟式的时候，可能性要降低一些。最后是 mögen。mögen 表达的把握度最低，也是最委婉、最含蓄的一种表达方式，经常用直陈式来表达。Er mag zu Hause sein。 情态动词不仅能表达能力、许可、义务，还能帮助我们在描述不确定的事情时显得更聪明、更有礼貌。现在轮到你了，来做几个小练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主观用法的语气差异。哪些句子在意思上是相近或者相同的？答案可以不止一个。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4个情态动词的主观用法，是不是颠覆了你对 müssen 等于必须的印象？你有没有哪一次把 muss 当成必须，结果其实是在表达它一定在的意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德语小故事。谢谢观看，我们下次见。Bis bald!